心架一路，严守拱拳，六风四臂，单边。好，接上式，闪通背。好，严守拱拳，蹬右腿，领右膝，两手双顺缠外蓬，提右膝上领手，双逆缠下按掌，右手顺势栽拳，身法微右转，正脚下沉，领左膝，左斜前方对拉开步，当走后弧，胆拳发力，对拉螺旋。好，回弹双逆缠下按外分，蓄力放松相合。当走后弧，重心左移，严守拱拳发力。好，顺势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小肚立圆，由左向右走螺旋，顺缠。两手领右手手腕和左手手腕。好，放松下沉，由拳变掌。当走后弧，重心左移，手腕相合。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捧掌，左手逆缠，右手顺势拨掌相合外捧。好，坐胯摆脚，当走后弧，重心左移，领右膝，上提，单脚支撑。松左胯，领手落右脚，折叠螺旋相合，两手与中线，点脚根部，推掌外蓬，单边。松右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身法左转，右手逆缠盖掌，左手顺缠托掌，变勾手左螺旋，顺势上提，领左膝，松胯下沉，对拉开左步，当走后弧，松胯转腰，当走后弧，领手穿掌，逆缠外蓬，合胯扣脚，还原定势，放松下沉。好，对象闪通背，接严守拱拳，顺缠领膝，右转，栽拳开步，移重心，发力弹抖，蓄力相合，领手画力圆放松，由拳变掌，推掌外蓬，坐胯摆脚，领膝上提支撑，开步，领手相合，六风四臂画单边，左逆盖掌，右顺托掌，身法右转，右逆左顺，右盖左托，勾手上提，领膝，开步，后弧，螺旋，当走后弧，穿掌，逆缠外蓬，合胯扣脚，放松下沉，还原定势。好，收势。好，同学们，这又是一段咱们重复的动作。那么咱们重复的动作有一个严守拱拳变上步领膝的身法。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好好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咱们先回顾严守拱拳的一个发力。第一点呢，我们看看发力的几个手型。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两段的力量的爆发，咱们之前在前边的课程跟大家讲过，可能大家没有完全练好。这边呢，再教大家几个小技巧啊。当我们下按栽拳的时候，首先这个位置很多同学喜欢直上直下的下正脚栽拳，就会导致下一步的开步过于平行的一个步伐。咱们说过很多次基本功脚尖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在开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将身体螺旋多少的一个这个关系。所以在我们正脚的时候，领手提膝，双正脚的过程里面，放松
身法微右转下栽拳，随后再开左步，这样子我们右胯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松沉，所以才能将当走后弧的螺旋在步伐里面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而不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啊？你非得说提起来以后就着急往下震，别急，先把身法转换清晰。咱们说过，承上启下的这个转接变式是先要把螺旋身法的最底层的地方松沉好，螺旋好，再去进行动作的转化，对吧？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啊，身法微向右转一点，再去开步，你就能开到斜前方45度，这是一个。那其次，当我们在弹抖发力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问，第一个力老是发不出来，总找不到那个掸毛巾的感觉。我们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它并不是像一个钻头一样直直的向前走，而是在逆缠相合以后，随着当走后弧重心左移的过程当中，发力的同时，手腕和小臂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将我们的动作放慢，它的身体的带动是这样子：重心左移，肩过去，手再过去。它是一个肩膀先向前行的一个身法，然后才是我们这个手向前行的一个身法。你看蓄力相合以后，当走后弧，肩先带大，手再出，让肩膀对我们的小臂上有一个推动力，而不是上来以后把力量都放在哪？放在小臂上。有很多同学一发劲，拿小臂用劲往外去，跟敲门似的，把劲力给它敲出来，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发力。所以我们还是得想想，你螺旋的时候能不能把手像一个炮弹一样去向前去推动，然后再去找到发力的过程里面，手的单独的一个放松，手腕小臂的单独放松，用肩关节去推，这个时候你的手才能很放松的送出去，然后再弹回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那么第二，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重心转化的问题。就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弹完手之后，我转化重心总是不清晰，习惯了老家一路的转换，掸完手非要把重心再往右，再往左，再去走一个蓄力，不是，它是在掸完手的一瞬间，看是不是左胯是相合的，借助这个力，直接随着弹抖，看慢动作弹出去，回，蓄力相合，螺旋冲拳发力，它是一个借助身法弹抖的变式。咱们之前讲过心架呀，心架里面你越练就会越发现，它特别依赖于你的筋膜的这个弹性，以及在弹回来时候的那个力量。就像咱之前学的那个岩手拱拳，啪啪转对撑掌的这个动作，为啥大家发不快？就是因为大家打完这个劲儿以后断掉，然后再松沉，再去发第二个力。如果说我们不断掉，利用回弹，是不是一个力把两个发力动作变成一个力的这个节奏给它发出去？其实这就是借助回弹的一个效果。就包括我们在上一节课学习的闪通背的动作，你螺旋回到这儿以后，这个手看到了没有？也是依靠回弹，借助了这个周身的一种螺旋相合，都是靠弹性去走劲儿。所以重心的转化，我们反而是越放松。你看你打到这儿之后，为啥会形成一种想往左导重心？意念太重了。你把思想跟这个劲力放得轻松一点，掸出去以后放松，它自己其实就回到右腿上，再去发第二个力。它整个过程在你运化的时候，它是比较松的，它不会形成我们那种刻意去紧张的一种身法螺旋。所以大家得记住啊，心架想要找到弹抖，尤其是转接劲力的时候，越松越好，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到第二个，我打完第一拳的这个掸手以后，再去打第二个冲拳，其实这个冲拳从基本的核心理念和掸手是不是一样的？你想让右拳发岩手拱拳的力，要注意三大要素：重心的转化。蹬腿移重心不要直接就拧转过来，你的拳头出来的时候，你越是拧腿，力量直接转化到你的膝盖上，出不来拳了。所以当走后弧是必要的，重心来到左腿之后，你的身法螺旋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重点发力的点。第二就是我们腰裆
哎，那刚说完腿，你蓄力的时候，你的右腿在蹬地移重心的时候，重心还是在右边蓄着了。你蹬地不代表你开始发力了，而是在向你的右手传递一个，我当走后弧大螺旋的时候，反而要把我的手对拉拔长，我要蓄的力蓄的更多，这才是严守拱拳的一个身法意识，而不是说你到这儿一说蹬腿，啪直接拧。对吧？所以蓄力加上小肚螺旋，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上肢为啥以前跟大家去强调胸背的对拉？其实说白了，胸背对拉也是啥？也是放松的一种体现。你只有松开了，胸背是不是才能拉开？你如果不松，紧到这儿，你整个背和胸是不是都是箍在一起的？放松一下，移动重心，看到了没有？放松一下。胸背自然会产生一个弹抖的一种小开合，不要去刻意的去做这种紧张去合尽力的一个身法意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点啊。所以发力我们需要去多磨，而不是去想办法去走这个捷径。如果真的有捷径，我们人人都是发力非常好的好手了，对吧？那第二个，那我们这个严守拱拳的动作转换完之后，这个转换身法的螺旋，它算是一个新动作，因为咱接触的并不多，但是它这个动作有参照的地方，是咱们的这个老架一路里的白猿线骨。哎，大家可以看一下，从正面，哎，同样都是你看，先倒换重心，小肚立圆，螺旋放松，坐胯摆脚，由拳变掌。但是咱们老师们看到过了，哎，这一般人家都是一下直接起，是不是？但咱们为啥要跟大家去教一个有一个螺旋的相合，再去膨胀，再去坐胯摆脚顺势外碰，而是多一个螺旋？是因为咱们在做新架的时候，走一个螺旋能走近，走两个螺旋一样能走近。左龙在教大家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把力走得更加充分。你看这个给大家示范另一个动作啊，比如说合到这儿了，好，领手下沉变掌起身，一下就起来了，这是一种变式。就像第二种变式我教大家的，哎，多了一个螺旋，领手螺旋相合，捧掌，领手提膝上。你看你喜欢哪一种？其实在身法当中它都是啥？小肚从左向右的立圆，带动两手来，咱们把这个节奏跟大家再去强调一下。你看重心右移的时候，小胯顺势向左进行一个相合，那么小肚从左往右转的第一步不就出来了吗？是吧？所以你看身法往左转，以身带手，放松螺旋相合，哎，重心移动的时候蹬哪条腿，身法微向哪转。好，小肚向上领，走顺缠向上的弧线，好，带动两手产生慢慢的相合，来由上向右啊，领手合肩合肘，放松下沉。你看这块你直接坐胯摆脚接两手上捧，和当胯小肚螺旋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到这儿了，我领手相合，我到这边坐胯摆脚，我没摆，我再走了一个螺旋，两手相合，顺势由拳变掌，推掌外捧，再下沉坐胯摆脚，领手提膝也是可以的。为啥？因为这个位置咱们能走两个小肚螺旋，并且这两个小肚螺旋咱也不错呀，只是把螺旋走得更加充分了，体现了什么？哎，咱们以前直播课上讲过，什么叫其大无外啊，其小无内。你走一个螺旋，这是一个固定的圈儿，但是如果你走两个螺旋，你看，先是小螺旋，然后画大螺旋，这样你的身法由小圈画大圈，到最后再以大圈的动作去领起身法向上提膝，这动作不是更加飘逸潇洒，是不是？那当然，同时也能通过拳论的这个练习来提高自己身法的辨识。能不能这么练？当然可以啊，只不过是跟有一些老师教的那种特别传统的啊，会产生一些矛盾。有老师这么练啊，不要觉得咱自己是错的，是对的啊，放心。那么得看一下咱们什么时候去变掌，看细节啊。重心右移螺旋以后，你看放松下沉到这儿，右手右膝上下相照。
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在左移重心的时候，由拳变掌，放松下沉，螺旋相合，以腰带手，两手手腕相合，合于身前中线，当走后弧，先进肩，松胯，双逆缠，随右胯相合，小肚右转，螺旋外碰掌。随后你看这个弧线不就变大了吗？坐胯摆脚，左手逆缠下捋，右手顺缠下捋。好，移重心，左手顺缠变雕手上提。啥叫雕手？食指和大指虎口相合，三指放松，相合雕手。右手顺势变托掌，与右腿蹬地相合，起身雕手，单腿定式，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地方它也不难，只是让大家多走了个螺旋，能够更好的体会到心架里面螺旋上升或者是螺旋下降的一种感觉。不是很多同学都问上升到底是啥，这儿就能体现一种螺旋上升的一个变化，由小化大的变化。那你看后边又是咱的两个老朋友了，六风四臂和单边。那这个六风四臂呢，需要让大家去明白转换变式的前提基础是要求我们脚尖摆动方向的位置。如果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左脚脚尖摆的比较朝向于斜前方45度了，那么你在开步的过程当中，右脚的开步宽窄就会小一点，因为胯再松，它也松不到完全朝左侧螺旋，所以脚尖的方向决定了你能向左松多少。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说老师们摆到这儿的错不错？不错。为啥？你摆到这儿证明我们的雕托手一接相合，直接跟掌外碰，是不是？这是一种变式。那另一种是啥？另一种就是咱说了，老师我当胯开得好，我摆到了正前方，我领手提膝开步身法左螺旋，当走后弧，跟掌外碰，行不行？当然也没问题。所以你能不能进行开步的身法螺旋和转化，就看左脚脚尖摆的方向和位置到底属于是哪个方向。这个地方明白吧？这都是变式的基础啊。那右脚落完地之后，好，做以身领手，左胯一松，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中线在螺旋的过程当中，带动两手移动重心，手是怎么合过来的？从侧面看一下。开完步，左胯一松，身法左转，领手外蓬，移动重心，身法移动，带动手的领手相合，就像小船后面落的这个树叶一样，小船往前走，船尾的这个尾流吸着树叶向中间相合，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合住之后，好，合胯扣脚，两手逆缠，顺势合在中线，踮脚跟步，按掌下沉。这个地方心架里面你也可以做推掌外蓬。为什么？因为这块的雕托手你紧接下是一松，看到没有？它根部跟得特别紧，所以才会跟大家去说它有点像白圆线果。你能把它打成单一的雕托手定式，然后再画六风四臂按掌下沉，也可以像白圆线果一样雕托掌定式，然后接推掌根部外碰，这都是变式时候的一些技巧和办法，所以全练到最后都是随心所欲，动作上没有像我们就是讲的特别死板的一个规定和要求，只要你符合全理。所以这边呢就给老师们准备两个你可以直接螺旋上起身，你也可以走由小化大的螺旋上升螺旋上升的身法，接推掌或者是接大螺旋六风四臂都是没有问题的，明白了吧？那又是单边，单边两手相合，左逆右顺放松相合，右逆左顺，这个手掌它做出来单独的动作就是上下，但为啥看起来那么复杂和螺旋的那么多？就是咱的小肚先从左向右产生螺旋，带动身法，好，盖掌，好，再从右往左螺旋盖掌，以小肚的好走八字螺旋，走八字螺旋，让肚子去带
两手的变化，这都是老朋友。如果这一点不会的话，那就把第一节课的那个小度立圆的东西，再去跟我把它用基本功多磨练磨练啊。第一节课，从左往右转，从右往左转。虚部的时候，从左往右做立圆，从右往左做立圆。哎，把这个再给我往身上练一练，再把它带到单边里面，好不好？那到这儿，好，盖完之后，好，身法左螺旋，勾手上提，对拉外蓬，松胯领左膝，对拉开左步。这块当走后弧，勾手不乱动，身法螺旋，不要带着来回乱晃，这些都是最基础的错误。当走后弧，螺旋相合，穿掌外蓬，翻还原，放松扣脚，下身定式。所以这一套动作，我们越学到新架，越往后你会发现，新架的节奏跟结构跟老架很像，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啊。需要的是大家细心再细心，把每一节课所跟大家强调的标准和要求，如何去走螺旋，大还是小，身法的小度，这个节奏点是什么？老架一路的基础课不是让大家简简单单的学个套路，而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基础课，把外形学会的同时，找到新架的一种节奏感。不要在意手的45度还是55度还是65度，越是在乎那种刻板的数学数字，那么打到最后你的身体一定做不到曲将求柔啊！这是到后面重复的时候，大家希望多多去练啊，辛苦。